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自荐的时候要放走，收回来，停字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小琪起来，小琪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小安，萧子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的对，走，闯腾内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去邓阁去了。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守阁长老？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，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避人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师叔，你身后背的，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
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，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，哎，还望师叔成全。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。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？师叔，小心了！青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军榜吗？白色唐牌那个。将来的冠军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你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负心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……躲开一点。啊！
水袅袅，心声随境缘轻袅袅。上扬在旁，生如莲不染与你长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者。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上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清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兄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清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清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唉，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。
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是。要去见李寒衣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，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剑雪月城”这句话来。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衣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哦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。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哎，这来闯阁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城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衣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衣！我的登天阁！去！李寒衣，你陪我登天阁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衣，
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胸牌可还好？好疼！哎，打不过。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哎，咱俩一起上。好啊，一起上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见雪月城，赵雨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见雪月城。剑仙指留步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鸣，烈火轰雷。剑鸣，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鸣，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赵师叔，许愿。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
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无节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办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节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先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父责怪，雷无节便以死，以谢二位恩师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节，来，起来。雷无节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雷无节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……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
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行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呢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场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三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三城主好大的谋算，不过萧某志不在此。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三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，他正这种景为雪上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上的，只是你经一刀，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鳞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了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底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酒仙百里东君。
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小嫂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上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三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无阻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，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三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三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
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秦老，放心，三师尊一定不会为难小僧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